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尼路。今天这一支影片又是 Project 系列，那因为最近比较忙，时常要出差，而且还要接拍，所以片头我们就不废话了，直接进入介绍吧。第一款是由韩国知名绘师金亨泰带领的研发团队打造的动作冒险 RPG。金亨泰不知道是谁的话，那尼基总该听过吧？他们就同一个老板。那原名是 Project EVE， 后来电玩展改名为 Starblade 的新任，作为正式名称，于2023年 PS5 独占推出。游戏背景设定在未来，地球遭到了外星人的入侵，为了阻止世界毁灭，玩家扮演的女主角夏娃需要去寻找一名叫做亚当的幸存者，并带着他回到人类的最后一座城市奇安，与城镇的长老、居民等建立关系，并完成上头给予的任务，拯救地球。在游戏中主要可以使用独有的贝塔技能和强烈的爆发技能，打击感的反馈看起来还不错，人物跟敌人的互动性是够的。除此之外，还有格挡值跟大招累积条，目前没有看到耐力值的设定。格挡值蛮有意思的，就是你没有精准防御的话，会先扣除那一条当做你的暂时血量，随着战斗以后慢慢恢复。不过每次看到它的预告片 UI 都长得不太一样，所以上市之前应该都还会有不小的改动。另外还可以注意到的是，身边也有类似尼尔的那种小机器人做远程辅助，所以具体玩起来大概会是很类似的手感，只是闪避的模组没有那么丝滑。我个人是最期待它的装备系统，虽然目前还没有展出但是每一套服装在预告片里面有出现的都非常性感。Project TH 也是由韩国开发中的一款第三人称动作冒险射击游戏，预计在 PS5、Xbox 加机平台推出，时间还没有确定。游戏以未来的韩国作为背景，讲述朝鲜半岛统一过后，武装恐怖分子以激烈的方式反对统一，并透过操纵事件煽动社会，引发激烈的冲突。这款游戏有3个主要角色可以操作，分别是前朝鲜的士兵、前韩国退伍军人以及 K-pop 女子组合的成员。为什么笑场？每个角色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同一件事情也会用不同的观点进行。不过这个游戏好像有一点点的刻板印象，因为影片中看到的大多数都是男性角色会做出攀爬、搏斗或是利用枪械射击比较力量型的玩法啦，有点固化。那女性角色就是时常会做一些潜行类型的隐蔽任务。那这家公司它还采用了很厉害的虚拟空间技术，收录了很多韩国首尔的现代建筑跟知名景点，之后还会邀请一些有名的韩星来做演出，将他们 CG 化以后收录在其中。如果你是喜欢韩国文化的话，那这款游戏可以密切注意一下。Project 3L 由 NCSoft 副总裁主导制作的第三人称科幻类型 MMORPG， 目前还在开发阶段，预计会在2024年推出。本作的世界中融合了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荒废的首尔以及23世纪的未来世界等等各种不同的风格。世界观还参考了美国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迪克，还有 Foundation 基地、Dune 沙丘等等著名的作品，让玩家可以在异世界的历史中展开一场以人类的正义为主题的旅行。在宣传片可以看到，玩家将扮演一名士兵，利用高科技的武器装备和伙伴一同对抗各式各样的敌人，还能夺取重型机甲进入操作舱进行大规模的射击。枪林弹雨的画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混乱，不过游戏的实际画面偶尔还是会有一点卡顿的状况，而且有时候烟雾消失的速度快到极度的不自然。地图非常广阔，官方制作了超过30公里的无缝开放世界，让玩家可以自由探索。虽然它是一款 MMO， 不过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留意看看。Project Nightlight 由6位澳大利亚的开发者组成的团队推出了一款虚拟实境生存恐怖游戏，没错，它就是 VR 游戏。玩家将在某个神秘机构担任一名夜班的保安人员，管理这个处所负责研究的神器。在上班的时候，只有一个无线电跟另外一头的伙伴戴夫会陪着你度过整个夜晚。在游戏中，某些物品会有很明显的变化，为了确认是否存在安全漏洞，玩家需要进入建筑确定神器的安全。但随着深入的探索玩家会发现越来越多不能见光的秘密，而且似乎还被监视着，这时候你就会需要克服孤独和黑暗带来的巨大压力跟恐惧。那里面能操作的物品还算蛮多的，可以使用断线钳打破链条，用喷灯、融化锁等等，也可以和门、百叶窗等环境的物件做互动，还可以把收集到的道具像是手电筒装进背包。听起来有点像废话，但是要注意的是这款是一个 VR 游戏，这些带给你的沉浸感会有进一步的提升。那玩家会需要运用逻辑思考能力，利用少量的资源解开这些谜题。如果你是喜欢 VR 和恐怖元素的话，那这款游戏就不要错过。Project 007由开发过 Hitman 刺客任务系列等人气作品的公司推出的动作冒险游戏，预计在 PC 跟交友平台上推出。顾名思义这款游戏就是以代号007的英国传奇特务詹姆斯·庞德为主题，剧情将是完全的原创故事。因为公司希望创造出一名引人注目、富有同情心且讨人喜欢的007，重塑庞德的形象，没有参考任何一位历史上出现过的特务，将描述詹姆斯·庞德生涯最初的经历，让玩家亲眼见证这位
情报人员是如何诞生的，以及是怎么样创造出自己的传奇。首部预告片什么都没有透露，只有剧情的画面，官方也并未公布正式的玩法和登场平台。但根据公司过去开发过的作品 Hitman 跟特务007等，应该会有加入潜行、高自由度和射击等等动作要素。Paradise Project 乐园计划由法国工作室推出了一款开放世界生存动作冒险游戏，预计于2023年的12月于 PS5、Xbox、PC 平台上推出，以僵尸横行的末日为主题。玩家可以近战武器攻击，也可以使用枪械在远距离处决敌人。与其他末日僵尸游戏最大的不同点是，游戏中的怪物是可以奴役的，你只要在他们头上安装装置就可以进行操控，不只是可以当你的仆人，还可以帮家里种田产出粮食，也可以作为劳动力外出探险、采集资源，或是新建据点里各式各样的设施，甚至可以成为你并肩作战的伙伴。虽然它是以僵尸作为主题但却没有一点点的恐怖氛围。预告片里面也有透露，游戏内不只有遭受感染的人形僵尸，也有名为 The Mighty Daisy 的僵尸大象，内容量算是蛮丰富的啦，而且支援多人游玩。目前还有很多未透露的部分，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再关注一下。月食的假面，为什么它会是 Project 系列呢？因为它的原名是 Project Zero Mask of the Lunar Eclipse， 不会念，抱歉。它在2008年于日本发售，为知名恐怖生存游戏零系列的第4部作品。重制版将于2023年的3月9号于 NS、PS、Xbox、PC 平台上重新推出，提升了游戏的画质，并增加了拍照模式以及各式各样的角色服装。没错。角色服装才是这游戏的本体，目前已经开放了实体预购。那故事发生在日本一个名为胧月岛的小岛。10年前，岛上的5位女孩在举办了盛大的仪式胧月神乐时失踪，获救时却都失去了记忆。多年后，岛上发生了奇异事件，居民不是陆续失踪，就是以诡异的表情死去。胧月岛从此成为了一个无人的小岛。最近那5位中的其中2位少女离奇的死亡以后，表情居然跟死去的居民一模一样。那为了调查此事，剩下的3人就前往了胧月岛。游戏中主要利用发出微光的手电筒和重要道具摄影机来进行探索。那这台老旧的相机，你把它当成武器就对了。透过快门的捕捉，可以对灵体造成伤害，也能封印怨灵。用它来拍摄一些可疑的场景，还可能可以让你找到一些重要的线索。除此之外，也可以跟岛上的各种物件互动。透过查看报纸或是备忘录，可以慢慢恢复主角们的记忆，逐一解开那些离奇的事件，并揭开故事的真相。Project Tree 更名为圣塔神迹，在2023年的1月19号发售于 NS、PS 等家机平台，支援1到3人游玩。故事发生在翠尼提亚，是一个拥有美丽大自然环境的地方。过去因为诸神之间的争斗引发了大战，而在此遗落了许多巨型的武器。那你以为这些神明打完了吗？没有，他们后来又陆续选出了可以代表自己去战斗的诸神战士。游戏共有3名角色可以让玩家快速的做切换，还有一种生物称作隐灵，会因为召唤者的强烈意志化成不一样的武器。另外，这款游戏主要分为3大主轴，分别是战斗、场所跟城镇。在战斗中识破敌人以后，利用环状切换系统，在8种武器之间做快速的更换，就能轻松的解决敌人。那在场所中则是可以发现新的宝藏，还能割除原野上的杂草，或是击碎岩石来开拓新的道路。而在城镇中，则是可以透过跟 NPC 的对话，了解人们之间的故事和历史，再将这3大主轴串联起来，就可以解开世界之谜。区域地图有高达60种这么多，剧情跟支线也是不少，但是总体玩下来会比较有点像是小品游戏的感觉，所以售价将近1700的话，可能就要考虑。Terminator Survival Project 由韩国游戏商开发的一款开放世界末日生存游戏，预计登陆在 PC 跟部分的家用主机。世界观以人气电影《魔鬼终结者》作为基础，讲述 AI 天网的叛变对全世界发动了核武攻击，导致被称为审判日的灾变到来。随后 John Connor 这个电影老粉都知道的角色就建立起了反抗军，要率领人类抵抗这些机器人。那玩家扮演的是一名核灾下的幸存者，与他们一同为了生存而战。虽然开发商还没有透露游戏的玩法，但依照前作的模式来看，这可能也是一款第一人称动作射击游戏。预告片中可以看到 T800的人形猎杀者，片尾也能听到原作主题曲的澎湃节奏。无论是角色上的细节、空气中的灰尘、水泥地上的纹路，还是正在燃烧的火焰，都做得十分的精致。不知道游戏是否能对得起这个好 IP， 影迷们可以好好期待。Project Witchstone 由独立工作室推出的角色扮演游戏，即将上架于 Steam 平台。那在这款游戏之中，玩家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想做什么样的事情，完全由自己决定，自由度非常的高。右下角有个小地图，让玩家不会轻易迷路。玩法包含了对话、战斗、咒语、潜行等等元素，可以依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透过操作重新塑造事件。那在这个游戏里，可以加入派系，提高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领袖，率领团队攻打敌方帮派，或者是制造混乱，甚至是诬陷别人
人偷盗或谋杀，自由度那是非常的高。不过任何一件事都会对这个游戏的走向有巨大的影响，所有事情都是环环相扣的，像是蝴蝶效应一般。例如犯罪导致调查，调查导致逮捕，逮捕会导致报复，报复则是会导致新的冲突，非常考验玩家的逻辑和意识。如何处理事件带来的这些涟漪，将会决定玩家经历什么样的旅行。我个人是非常偏好这种比较类似策略模拟的游戏，不过不看攻略话，大概前1到3小时都会进行大量的除错，对部分玩家来说，应该会是一款前期过得非常痛苦的作品。好了，以上就是未来会发售的10款 Project 系列的游戏。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频道的话，右上角还有一个资讯栏，里面也有另外10款 Project 系列的游戏。那你以为我介绍完了吗？没有，还有很多类似的名字、不同厂商出的 Project 的系列，我们改天再介绍。那因为近期霍格华兹已经上市了，它也算是我的母校，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一定会到 Twitch 那边做直播。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聊聊天，交个朋友。如果觉得影片做得不错，也麻烦按赞、订阅支持一下。我是尼禄，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